佛叔，就这么吊死他，是不是太便宜他了？不如咱们把他给灵兽了，还能赚点。你怎么一上来就开枪？潘警官，先拿下岛再说。苍马，苍马，我赌对了，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这下如才。好的。开了，开了！大哥，桑总，怎么了？怎么了？把手给我撒开！哥，你先歇会儿，晚点咱们再唠。桑总，什么意思啊？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桑陀，家父左王权。说老板怎么死的？那不铁佛整死的。2年前，佛叔把老板全家都杀了，自己上位当老板。哎，我跟你们说啊，其实呢，根本没灭成满门，老板还有个私生子跑掉了。桑陀，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元君好，而且之前我并不知道你。知道了，我还能活到现在啊？论辈分，你是我的侄子，我是你的叔叔，我们2个可以一起携手把这个元君给我打落。你看他灭我满门的时候，你追杀我的时候，怎么没把我当你的侄子呀？啊！你饶了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给你，好不好？哎，你说你怎么没有反骨呢？那你怎么下得去手杀我的全家的？你骨子里面
是一个坏人。大侄子，我错了，我错了。今天如果你选择直接把我杀了，而不是选择折磨我的话，你可能还不会有现在的下场。对了，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我教教你该怎么做。等我一下。三哥！三哥，静宁，你还是负责技术组。谢谢三哥。哥，你来这么久了，你就不好奇7层到底有什么吗？今天我就带你看看。这些黄金，这里的钱，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咱俩的。这些钱，你随便拿，你不用经过我的同意，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拿来点烟都可以，怎么样？我们需要。那你需要什么？嘘，你先别回答，我想想。我知道了，你需要当警察，是不是？你需要伸张正义，你需要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来，哥，你拿这些钱。你要干什么？从明天开始，我会让达恩给你做一个全新的身份。明天以后，你将会是我们伟大的、光荣的东邦警察中的一员了。东邦国上上下下那么多的罪犯，你都可以去抓；那么多的正义，你都可以伸张。哎，这里面所有的钱，都是你的办案经费。当然了，哥，如果你不喜欢咱们东邦国的法律，我也可以为你改。你不知道吧？这里的地方官员都特别喜欢黄金，我可以拿这些黄金去贿赂他们，把哥你不喜欢的那些法律全都改成你喜欢的样子，怎么样？你真的是疯了！我怎么能是疯了呢？咱们要有自信啊，哥！这些法律都是人定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定，咱们凭什么就不能定？你死心吧，我不可能变成你这样的人。我
我相信你一定会真的变成我哥，就像我相信你一定会真的来救我一样，对吧？你不如带我去福尔走。我就让你住在这里，我还你。把黄金屋给我收拾好了，以后我们大哥就住这儿。冇问题啊。哥，我还要跟你说一件事儿。你不为你自己，也要为你妹妹想想吧。我告诉你，达恩已经在回岛的路上了。你别忘了，你妹妹跟李白灵可都还在东方景区呢。你要干什么？哎，他住几楼啊？8楼。现场我们去了解过了，现场摆放自然，窗户也开着，而且没有发现擦痕和打斗的痕迹。高队，哦，我简单看了一下，自行坠落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是被人推下楼的，死者在坠落瞬间的本能反应是会伸手抓住能够阻止坠落的东西，一般会在手上或者指甲里留下线索。但是刚才我检查了，什么都没有发现。什么事想不开能跳下来？是啊，我们也觉得纳闷儿，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情况呢有点奇怪。怎么了？这个男的上午在医院门口闹事儿，说的是他家里闹鬼。闹鬼？一会儿说有个女的在他家里弹琴，一会儿又说水龙头流出来的是血，反正乱七八糟的说了一堆。我们觉得他就是个神经病，教训了他几句就放他回去了。那个周围的人都排查了啊？问过了，有个保安说前几天他到保安亭里说也是闹鬼。对，别吓唬我了。保安怎么说？那保安去过了，其实他家里一切情况都正常。哦，对了，这是他的手机。杨华，哎，六婶，你手机查一下。您好，我是17号病床的朋友，他人呢？17床早跑了。跑了？人刚好一点就要回去上班，我们拉都拉不住。谢谢。看你这人真奇怪，跟别人吧没病，弄个假条，千方百计得歇几天。你呢是得了这么重的病，不好好在医院治病，反而跑到这儿求我，你怎么想的你？只要正常吃药，绝对不会影响工作。如果哪天我真的撑不住了，我主动退下来。不行，这要传出去，说这局长还有人性啊！不，王局，您知道，警察这个职业对我来说，不是混饭吃的手段。我喜欢我的工作，如果哪天我真的倒在查案的路上，那也比在家躺着倒着数日子强。那你必须答应，如果具备了所有条件，立即回来就医。我保证。谢谢皇军。2块，谢谢。
洛松，我在你们警队门口。你怎么来了？我刚去过医院了，护士说你跑回来了。你都知道？窦队长告诉我的。本来也没想让他们知道。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呢。这种事情说出来只会给大家添堵。你别这么想，至少我们让你觉得不是你一个人在面对。你怎么回来了？我听黄局说你们刚到现场了。你好啊，那里边说吧，啊。给你的。很漂亮，谢谢。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你说。照顾好自己，如果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那我不打扰你工作了，改天一起吃饭吧。好，一定。骆队，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应该在医院的，怎么能跑回来呢？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所以刚才在黄局那儿，我都报过到了。你知道什么呀？医生怎么说的？医生说要有个好心情，这不好心情吗？心情好，那这个心情不好了。仙霞，哎，怎么着都没声了呢？说好了啊，愿赌服输我的车，一人给我洗1天。你们这打什么赌呢？窦婶跟我们打赌，说你今天下午肯定会从医院跑回来。这几位都不信，有我了解你们队长吗？啊，队长，坐会儿吧。哎，不用，没事。案子什么情况啊？说说吧。那个叫卓凯的记者你还记得吧？记得呀，怎么了？属地派出所接到了他邻居的报案，坠楼身亡了。有目击者吗？没有，但签小初步分析应该是自杀呢。啊，对。卓凯这种人会自杀？我也说呢。不过今天的民警还有那个小区的保安都说了，卓凯这几天一直嚷嚷说他们家闹鬼。啊？但是那天我们不是去医院看你吗？出来的时候他正跟医生吵架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神神叨叨的。哦，有可能是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自控力降低，失足坠落的。那千晓马上去做进一步尸检吧。哦，好。哦，对了，队长，我在回来的路上看了一下卓凯的手机，发现了这几个视频，看一下。那就等尸检结果出来再说吧。啊，大家先忙吧。哎，这不是给我的。好。陆叔，童姐说你病了，你怎么样啊？你在哪儿呢？我正在回家的路上。陆叔，你赶紧回家吧，别上班了。好，我一会儿下了班就回来。
拿着，拿着。二哥，他来了。一会儿他出来，你要跟紧了，别跟丢了。好嘞。今儿人挺多呀。文姐呢？在楼上。文姐，听说渗饭的那小子死了？我没听说呀。不是你干的吧？我发誓，我要背着你杀了那王八蛋，我他妈出门就让警察给抓了。你被警察抓了，对我可没什么好处。那倒也是啊，文姐，我觉得这事儿啊，80%是他们自己人干的，灭口来着。不过也好，顺带也帮了咱们。这可不是小事儿，警察都出动了，他们一定能查到些什么。那怎么办啊？你说他会不会查到咱们这儿啊？真不是你干的，查到咱们这儿我也不怕。不是文姐，你得相信我呀。行，取货去吧，到地方。那我走了，文姐。他出去了，我现在跟着他。你小心点。哎。陆叔，你回来了。你没事吧？你看我这样子像有事儿的吗？彤姐说你病得很严重。哪有他说的那么严重啊？不是你别闹，咱有病咱就去治。现在科技很发达，总会有办法的。你就别操这个心了。还没吃晚饭吗？吃过了。那一会儿还要回学校？不回去了。你好久没回来了，给你换个床单。有个事一直想跟你说，师傅的事儿，可能高川的判断是对的。那我爸，相信我，我一定会让真相水落石出。
陆队，怎么这么早啊？哦，昨天加了个班。哦，对了，昨天晚上在周凯尸体上发现了新的擦伤。是有人动过尸体？不是，应该是卓凯在坠楼时受到了其他撞击。由于肌肉组织在他死后新陈代谢大大降低，所以伤痕在当时并未出现。三氧化二铁。没错，应该是类似于防雨棚之类的金属制品。哎，你也这么早啊？啊，我昨天也加了个班。我根据千晓提供的内脏骨骼伤势做了一个高度模拟实验，发现确实有一点。你说说看。卓凯所住的那栋楼单层挑高是3.2米，窗台距离地面的高度是1.8米。如果他是从8楼跳下的话，坠楼高度应该是24米。但是我根据计算出的冲击力做反推，发现他实际的坠楼高度应该在30米以上。大早上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哎呀，你们都没回去啊？走吧，去现场吧。从酒吧出来之后，长毛就去了一家洗浴中心，待了大概半个小时，然后他就去一家大排档吃饭，之后大概11点左右的时候，他就去上次那家地方散货。终于见到货了吗？对，地方还是那个地方，但货是新货。这么看的话，洗浴中心应该已经事先买好雷了。你的意思是他们提前把东西放在了洗浴中心八成是在更衣室的储物柜里。那这就麻烦了，更衣室里没有摄像头，咱们怎么查？只能明着来，而且得亲自来。可是咱们俩他们都见过，怎么跟？哎，还记得我吗？姐夫，我就知道你没死。你姐夫有那么容易死啊？但是我听燕儿姐说，你跟一个司机，你真中了一枪。不过这一枪挨得太准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枪，我根本查不出来是谁陷害的师傅。这么说，贩毒的不是我爸，对不对？你还信不过你爸？我当然信得过。那我现在就告诉骆叔，我看他还有什么话说。现在真正的幕后主使还没有找到，就那货那死脑筋，你觉得他会相信你的话吗？而且，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见过我，尤其是你这个骆叔。行，浩浩，姐夫想请你帮个忙。就是对面那个窗户是吧？对。慢点，队长。哎，田华，你刚才说那坠楼高度多少来着？至少30米以上。走，咱们去10楼看。有人吗？没搞错吧？我的天哪！我刚才是不是上楼了？刚才，这是不是就能解释为什么保安跟着卓凯回家，却看不到卓凯所描述的一切？这10楼才是真的现场吧？哎呀，看来他真是让人给下套了。那这卓凯也
也忒脆弱了吧？吓唬吓唬就跳楼啦？亏心事儿干多了，心里虚呗。你们看啊，无论是民警、保安他们的描述，还是那天咱们从医院出来以后卓凯的反应，我觉得被这么吓唬，可不是1天2天了。可是你就算再被吓，他也不至于认不清自己家在几层吧？怎么就从8层一下跑到10层来了？哎，天华，你调一下那个电梯里的监控吧。哎，你们来看看这是什么？不是空调吗？录音笔。也这个是吧？怎么样？都看见了。这个，确定是这个人吗？是啊，这个黄毛拿了一个盒子，放他自己柜子里了。人呢？应该马上也出来了。好小子，给你记一功。天华啊，你想给我们看什么呀？这翻来覆去的，没有发现区别吗？时间不一样。没错。按照电梯的上行速度1.5米每秒计算的话，上行至8楼大概需要15秒的时间，但是他却用了19秒。也就是说，每当卓凯一个人坐电梯的时候，是有人在操控电梯的，是这意思吧？可惜走廊没有监控视频，看不出是谁进出过这个房间。负责小区电梯维护的查过，有一个叫董立生的，不过前几天辞职了。我呀，本来想查楼上这个房子是谁租的，结果到中介公司一问，是一个叫王丹玲的人，干了一单私活，所以也不知道这个承租人是谁。那你联系一下这个王丹玲啊。联系不上。
那么疼吗？你这给我痔疮了，你是要我命啊你说啊，你明明是在干好事，非要整一凶神恶煞的脸，干嘛呀？就长这样，凑合看吧啊。你做饭，我收钱。老板上菜，客人吃完了，老板娘结账。做噩梦了。老道，我刚才听这个录音笔里的音频，这东西好像能置换，你听一下。什么这咿咿呀呀的听不懂？你让田华分析一下这个音频。走吧，董立生都到了。西南理工大学机械自动化研究生，说现在工作这么难找吗？研究生在物业里边当修理工。明白。不用兜圈子了。周凯的实习是我做的。这么直接？那你说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爸去年得了癌症，化疗需要一大笔钱，我们拿不出来。于是我想到去众筹网站申请募捐。本来我们已经筹到了几十万的善款，我不知道为什么卓凯要盯着我们。他发了一堆调查，说我开豪车，说我是白领，说我月薪几万。结果那些不明真相的网友就开始天天人肉我们，天天打电话骚扰我们，还给那些众筹网站举报我们。那个网站顶不住压力，把我的项目给取消了。我保不谈。卓凯报这些事儿是真的吗？那车是我朋友借我的，方便我接送我爸爸去医院检查。我从来都不是什么白领，我只是在我导师的公司里面给他帮忙。我月薪只有几千块，所以你就报复他？他活该。但是，我只是想折磨他一下，我没想过他会跳楼。你具体说说你都做什么了？我是维修主管，小区里所有的设施都归我负责。之前我去卓凯家检查过中央空调，趁机偷偷拍下了他家所有的布局。那楼上那房子就是你租的？是。他说的那些闹鬼的事儿，都是我设计的。口供倒是没什么破绽，作案动机也符合，但我总觉得那儿有点不对劲儿。怎么说？你听他说的轻描淡写的，但是你想想看，这么大的工程是他一个人能完成的吗？还有那10楼，就算他布置的再像，那生活上的细节肯定也跟卓凯家有出入吧？啊，卓凯是精神受了刺激，那只会更敏感啊，那怎么会一点察觉都没有？队长，你音频怎么样了？我做了波形和声像的分析，发现在这段音频里面有一个不易察觉的低频反复有规律的出现，我把它提取出来了，你们听。我还让乔博士帮我分析了一下，他认为这是一种心理暗示。催眠啊？没错。其实人在长期催眠的状态下啊，他的认知力啊、判断力啊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队长产生幻觉，估计也是这个原因。然后我刚才检索了一下那个学术网站，上面有一个华人学者发表了一篇有关于声音催眠的文章。田华，你把那网站打开。就这个，冯碧泉。很巧，冯佳佳的父亲。冯佳佳的父亲。杨华，你把卓凯手机里那个视频调出来。好。这俩老头不一人吗？查着了，冯碧泉在淮南路的万豪酒店。你好，什么可以帮您？你好，对方。您稍等。
二哥，咱们是不是弄错了呀？怎么跟了一天了都不是啊？他今天不是要去洗浴中心送货吗？肯定得先取货呀。慢点，慢点。怎么来这了？这是公安局啊！我靠，这要跟咱们玩灯下黑。红旗超市。周游，这人你认识啊？何止认识啊？奶奶，我要这个。拿着吧，你妈不让你吃甜食，就是不听话。加个饼干。大姐，这饼干过期了，我给您换一个。哦，好。这个好。孩子自己拿的，我都没看。哈哈哈，没事，您有需要常来。好。好了啊。哎，那您慢走啊。从我当警察第一天起，这家超市就在公安局对面。难怪你认识他。不是手啊，我师傅跟他也是老相识。可是这样，您确定你师傅就是他杀的吗？只要能确定这个生命是他的，我师傅的死就跟他逃不了关系。这哥们儿也真是艺高人胆大，在警察眼皮底下这么明目张胆。从今天起，他这出戏都逃